继母一家虐待我20年，在我进入诡异游戏后，充满恶意的诡异问我，请选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。我满眼真诚地说，那一定是我的家人，没有他们就没有现在的我。我话音刚落，直播间疯狂大骂，说我是圣母，只有选择金钱才能活下去。这个时候了，居然还想着家人。继妹江连连他们更是疯狂大笑，说我是不是在精神病院把脑子搞坏了。清明节给我多烧点纸。系统开口，天选者江里最重要卡牌为家人，现宣布新手奖励。直播间众网友纷纷停下议论，网友骂归骂，但他们对我的家人那是打心底里羡慕。不必说了，我的家人肯定安全了。系统提示音顿了一下，随即再次响起时，音色变得嘶哑诡异，带着一股浓浓的恶意。鉴于天选者江里尤其重视亲情，现做出如下奖励：天选者江里在怪谈世界所受的物理伤害全部免疫，您所遭受的任何肉体攻击都将转移至您最亲爱的家人身上。此话一出，愣住的不止戴春丽母女，更有上亿的直播间众网友。我同样露出不可置信的神情。什么？我藏起眸底即将放大的笑意，伪装成满脸担忧之色。我在赌，且赌赢了。经过我在精神病院对天选者们长达半年的观察，我清楚的知道，诡异这种东西最是阴险狡诈，你越是在乎什么，他就越要剥夺你什么。虽然选择金钱后，天选者会得到一笔不菲的财富，但这些天选者无一例外都导向了同一种结局：钱空人亡。我并不认为这种统一的死法是巧合，相反，这是他精心布置的局。他的目的就是要让你亲眼见证你最重要的东西慢慢在你眼前消失，让你感受到自己是如何陷入绝望，再一步步走向灭亡。既然他要布局，那我何不将计就计？我攥紧了拳头，我抬起手背，擦了擦并不存在的眼泪，拿家人威胁我：你们无耻、丧良心的东西，你们简直就是一群畜生！你们敢伤害他们，我绝不会放过你们！我咬牙切齿，眼底喷发出悲愤的怒火。系统传来一阵诡异的笑声，随即机械音响起，检测到天选者出言不逊，现调整伤害模式。天选者江里一旦受到攻击，家人的受伤模式为伤害加倍。我朝地上呸了口唾沫，嘴上毫不留情地骂：你们混蛋！2次加倍，我不许！3次加倍，够了！超级加倍！我瞪大愠怒的双眼，不再说话。超级加倍，相当不错了，再加倍1次就把他们玩死了。系统诡异笑道：为了保护您的家人，请务必认真对待副本，遵守规则。我装出一副不得不屈服的模样，我一定会好好遵守规则，保护好我的家人。正在看直播的江连连吓得手一抖，平板电脑直接跌坏在地上，屏幕立马裂开一个角。江连连指尖颤抖着捡起平板，脸上顿时血色全无。他带着哭腔的声音传入戴春丽的耳里：妈，完了，我们被算计了。以往的情况，只有怪谈世界的天选者死了，华国的百姓才会面临诡异入侵。这下好了，我在怪谈里断胳膊也好，掏肠子也罢，不管死不死，我的伤害都将全部以超级加倍形式转移到我最亲爱的家人身上。戴春丽闻言亦是脸色大变，她从沙发上站起来，惊叫着喊了一声贱人，恶狠狠地砸碎了桌上的玻璃杯子。而这边的我还在和系统走流程，我将自己一家4口的全家福提交给了系统，上面的爸爸已经被诡异污染，若是仔细观察，还能发现他嘴角诡谲可怖的笑，剩下2个笑容灿烂的，一个是我的继母戴春丽，另一个是我的继妹江连连。系统存好照片，请天选者对家人重要程度进行排序。我伸手在虚空中划了几下，换了2次位置，点击提交。你的家人戴春丽是你最想保护的家人，现将戴春丽与你的第1个副本绑定。若你的第1个副本通关，那么戴春丽无论身处何种形态都将存活。与此同时，你所遭受的攻击将以超级加倍形式转移至戴春丽身上。没被选中的江连连心里的石头咚的一声落了地，而旁边的戴春丽却直愣愣盯着直播画面，两眼一翻，当场就晕了过去。江连连根本顾不得扶起戴春丽，她像是突然想到什么，赶紧哆哆嗦嗦地从柜子里翻出户口本。江连连颤抖着手拨通了男朋友的电话：李杰，我们现在就结婚好不好？我把户口本迁到你们家。江连连慌了神，她要和这个家断绝关系，这是她唯一的活路，不然轮到她，一切就来不及了。李杰在电话那头无奈的声音传来：连连，直播我看了，你现在都已经自身难保了，我不能冒这个险。挂了，我还有事。接着便是嘟嘟嘟的电话忙音。诡异空间，系统的声音继续响起：鉴于天选者选择保护家人，触发笑死人了隐藏奖励，现奖励忠实大孝子1枚。你爱他，他将忠诚你，爱护你；你恨他，他将毁灭你，吃掉你。我的身边凭空多出一个3岁大的臭小子，我愣了1秒，好家伙，直接无痛当妈。那肥嘟嘟的小家伙眼睛冒着红光，皮肤赤红，两眼正直勾勾地盯着我。小家伙嘴角一咧，喉咙里发出咯咯咯的欢快笑声，笑得直叫人头皮发麻。妈妈，红英，我叫红英。我盯着那小孩看了几秒，内心微微发怵。按照规则，这个红英我若是用好了，那就会获得1枚得力助手，但若是用不好，恐怕会玩火自焚。我强迫自己抬起手，慈爱地揉了揉红英冰凉的如死人一般的脑袋。乖，我哄道。此时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，请天选者进入行李箱，等待副本开启。我低头看向地上硕大的行李箱，箱子的大小正好可以装下我和红英2人。行李箱将带您进入第1副本，请做好准备。我犹豫了下，还是牵起红英气气冷冷带着些黏糊糊的小手，一起钻进了行李箱里。2人蜷缩抱紧。系统现在正式进入第1副本，副本名称忌日快乐，副本简介在汇城。你有一个幸福的3口之家，你扮演家中妻子的角色，在结婚4周年纪念日这天，你们一家3口的家庭纪念日却意外变成了家庭忌日。客厅里，我再次睁开眼时，已经魂穿到了妻子的身体里。我的眼前很黑，我还在箱子里，我的嘴上似乎被缠上了胶带，手上脚上被绳子勒住，鼻子里充溢着血腥气息。
拉链拉开的声音，一个长了猪耳朵、猪鼻子的胖男人走过来，打开了行李箱。我观察了一眼，这个男人看上去30出头，臃肿肥胖，身上一股油腻又腥臭的味道。我刚才闻到的血腥味就是从他身上飘出来的。我猜测眼前的男人应该是丈夫。丈夫的表情古怪，他把我从行李箱里扶起来，随即扬起手里的菜刀，砍断了我手脚上的绳子，又撕了我嘴上的胶带。丈夫骂：下回再不听话，就不是关起来这么简单。说话间，丈夫的视线瞥见了我肩上的红缨，他的神情明显顿了1秒。红缨也注意到了他，红缨冲着丈夫瞪了一眼，突出他血红的眼珠，还凶恶地呲了呲牙。丈夫吓得抖了一下，肥硕的身躯打个颤，他猪耳朵里往外冒的白蛆吓得立马开始往回缩。丈夫的眼神赶紧躲闪开，似乎想装作看不见红缨。这次就算了，丈夫本来还想骂2句，但想了想，还是放过了犯错的妻子。丈夫掏出兜里的老人机，拨了个号码出去。他去了阳台，顺手带上了玻璃隔门。丈夫讲2句电话，就回头监视一眼妻子。妻子的一点动静，他都不能放过。我现在还没拿到规则，我没管丈夫，而是站起身来，环顾四周，观察有没有纸条之类的东西。我环视了一圈屋子。7日后是妻子和丈夫的结婚纪念日，本来是喜庆的日子，但今日的房间却布置成了丧葬的风格，清一色的白。屋里陈列着花圈、纸钱、白烛，就连我丈夫的头上都裹着白巾，整个房间都笼罩着一层压抑的氛围。我注意到客厅彩电的底下压着一张纸条，那应当是副本的规则。我抬腿走过去，但丈夫的目光死死盯着我。我每挪动一步，丈夫的脸便黑一分。3步下来，还没拿到纸条，但我已经亲眼看见丈夫将手里的刀握得更紧了，那架势仿佛是准备随时冲过来，挥刀砍向妻子。我轻呼一口气，保持冷静。1秒后，我轻轻唤了声肩上的红英，英英龇牙瞪他。红英咯咯笑了2下，妈妈，英英可以帮你，但你也要帮英英。说吧，你要什么？我问。红英冰冷的小脸贴近我的脸颊，她说话时冷飕飕的气息呼呼吹在我的耳畔。妈妈的眼睛好漂亮，英英想要妈妈的眼睛。红英的语气邪恶又鬼魅，她俏皮的眨眨眼，等待着我的回应。我的手心紧了紧，半晌，我浅笑。好，我给你。区区致命伤算不了什么。真的吗？红英高兴的手舞足蹈。英英好爱妈咪。红英小手一伸，摘除了我的左眼球，拉出长长的红血丝。此刻江家，我的继母戴春丽才刚从昏迷中清醒。戴春丽嘴里骂骂咧咧，一直碎碎念着小贱人，小贱人，我要毁了你。戴春丽满屋跑，抓住我被送往精神病院前留在家里的黑猫。戴春丽高高扬起剪刀，正要将尖锐的剪刀头刺入黑猫的腹部，没想到下一秒她的左眼球突然爆裂。戴春丽瞬间痛得眼前发昏，好痛！眼睛，我的眼睛，原本只有1倍的痛苦，在怪谈世界超级加倍的加持下，让戴春丽痛得几近晕厥。黑猫趁机从戴春丽手里逃出，临走前，他狠狠地朝戴春丽脸上挠了一爪，留下了几条锋利的抓痕。戴春丽痛苦地趴在地上，脸上鲜血淋漓。怪谈世界中，我的眼球被摘除后，只半秒钟的功夫，我的面容又恢复成原样。红英拿到了她想要的东西，果然变得乖了起来。她将血淋淋的眼球宝贝般装进了兜里，接着按照我说的，回头龇牙咧嘴地瞪向时不时监视我们的丈夫。接触到红英的视线，丈夫浑身打了个激灵，他慌慌张张转身，装模作样地打着电话，不敢再回头看一眼。但丈夫发颤的身形还是能看出他内心的恐惧。我趁着这个时机，迅速2步去到彩电前面，拿到纸条，打开。3口之家家庭守则：1，记住，你叫张慧，千万不能忘记你的名字。无论任何人问起你的姓名，请告诉他你叫张慧。2，请相信你的丈夫很爱你，他永远不会害死你，除非你忤逆他。3，你只有1个儿子，没有女儿。如果看到女儿，请第一时间杀死她。4，你必须在晚上凌晨前入睡。5，夜里听到剁肉的声音，不要睁眼。6，家里的肉不可以吃，如果饥饿，可以吃冰箱里的手指饼干。7，不要拒绝儿子的请求，否则儿子会难过。8，家里的洋娃娃不会流泪，如果看见，那一定是幻觉，请立即闭眼。9，你的婆婆已经过世，如果在家听见婆婆喊你，不要回头。像猫一样趴在我肩上的红英说话了。红英说道：妈妈，只有第1条规则是真的。我抿着唇，面色紧绷。如果第1条规则是真，其他规则都是假的，那这副本的难度就太大了。但这个大孝子，我能相信吗？我笑着问红英：英英，你没有骗妈妈吗？红英信誓旦旦保证，我不会骗妈妈，说谎是小狗。我捶搭的食指快速抽动了一下，思索1秒，我学着小朋友的口吻，笑着嗔怪了一句：那你就是小狗了，汪汪。红英听后愣了一下，随即猖狂的大笑起来。她捂着小肚子，笑得咯咯咯的，小小的身体前仰后合，咯咯咯汪汪。被妈妈猜到了，英英说的反话，英英是小狗狗，红英说的反话。幸好我稍微一炸，就把这臭小子给炸了出来，我差点就被这大孝子给套路了。如果真按红英说的，只有第1条规则为真，那这无异于就是个100%死亡的副本，因为剩下的8条规则里，哪些全假，哪些真假参半，短时间内根本无法分辨，这几乎就成了一个必死的局。但在怪谈世界里，不可能有这种必死的局。不过被红英这么一搅和，我倒是明白过来，红英可以看懂纸条里的真假规则，我日后倒是可以好好利用这一点。我看着纸条上的第1条假规则，陷入短暂的分析。记住，你叫张慧，千万不能忘记你的名字。无论任何人问起你的姓名，请告诉他你叫张慧。副本中的这个妻子有可能不叫张慧，或者说前半句是对的，妻子确实叫张慧，但妻子绝对不能告诉别人她的真实姓名是张慧。我正食指轻敲着肘关节思索，丈夫突然拉开阳台的门，提着刀向我走过来。我的视线一扫，看向丈夫手里沾满红血的尖刀，手心不自觉蜷紧。家
家庭守则第2条，请相信你的丈夫很爱你，他永远不会害死你，除非你忤逆他。我思索一番，理清了这里面的2则重要信息。第一个是，如果我忤逆丈夫，那丈夫很有可能会杀死我。第二个是，就算我不忤逆丈夫，丈夫对我施加迫害，只要让我吊着一口气不死，就不违反规则。丈夫现在没有提任何要求，所以不存在我忤逆了丈夫一说。所以现在只有可能是丈夫要砍我，但又不至于砍死我，这样才符合规则。我正想着，丈夫却已经黑着脸提刀向我走了过来，我的脚步下意识往后退，我几乎能听到自己紧张的扑通扑通的心跳声。如果这个男人要动刀，那就动吧，反正伤害会转移到戴春丽身上。想到这里，我不再后退，而是安然地闭上双眼。直播间的网友为我捏了一把汗，众人的心都瞬间提到了嗓子眼。然而预期的血腥场面并未出现，一道声音在我的耳边响起，去叫女儿出来吃饭。丈夫意外的没有动手，他只淡淡扫了眼黑屏的电视机，便扔下一句话，转身去了厨房。我缓缓睁开双眼，我看着丈夫身后的猪尾巴，眸光流露出几分怀疑，难道是丈夫被污染得太严重，导致神志已经不正常了吗？我手中的纸条里第3条规则白纸黑字清清楚楚，你只有一个儿子，没有女儿，如果看到女儿，请第一时间杀死她。既然没有女儿，那丈夫为何会说出叫女儿出来吃饭这种话？但是我不能忤逆丈夫，一旦忤逆，恐怕会立马引起丈夫的暴怒，触发死亡结局。但若是顺从丈夫的意思，又和第3条规则相违背，该怎么办？我回头看了眼儿童房，房门半掩，敞开的空隙处，黝黑如深渊巨口，仿佛随时要把人吸进去吞噬。我看不到人影，更无法分辨里面孩子的性别。丈夫从厨房端了2盘红肉出来，他凶了妻子一眼，忍不住催促：愣着干什么？快去喊女儿吃饭！我暗示自己冷静下来，一定是有什么细节我还没有注意到。一定是。我再次朝儿童房的方向看去，心跳却陡然漏了一拍。漆黑的门缝处露出的一双小朋友的眼睛，正含笑盯着我。妈妈。小朋友的声音软软甜甜，是个女孩子的声音。如果看到女儿，请第一时间杀死她。我强忍住想要过去掐死她的冲动。我总觉得事情不该是这样，不对，不是这样，究竟是哪里不对？我的右手食指轻轻抖动了2下，无意间我注意到了桌脚下一张不起眼的孕检单，上面标注了丈夫买通医生而查出的胎儿性别女。我看了眼孕检单下方露出的半截住院单，后背瞬间惊出一身冷汗。原来如此，让你去叫女儿吃饭。丈夫哗啦一声拉开厨房的滑门，举着刀快步朝我冲过来。他过来了，我立马扭头看向儿童房的方向，我冲那小孩子喊：儿子，今天是姐姐的忌日，快去把姐姐请出来吃饭。丈夫看到我终于喊了女儿，没有继续忤逆她，这才缓缓放下了刀，没再逼近。门缝处那个小朋友怯懦地打开了房门，他不再装成女孩的声音，而是恢复成原本的男童音，说道：好的，妈妈，你等一下。我松了口气，我猜的果然没错，副本里的妻子确实曾经有过一个女儿，但是女儿在2年前的今天意外死亡。孕检单下方的住院单就是最好的证据，住院单上的日期正好是2年前的今天。我扫视屋子，目光定格在2个花圈上，怪不得这屋子走的是丧葬风，原来是为了吊唁死去的闺女。这场危机的难点在于家里的女儿已经过世，如果我含混孩子的性别，直接叫宝贝出来吃饭，永远都叫不出来死去的女儿。片刻后，儿子抱着姐姐的黑白遗照从儿童房一蹦一跳的走出来，只不过儿子貌似对假扮女孩有着什么执念。儿子身上穿着的是和姐姐遗照里一模一样的白裙子，他的头上戴着2朵小白花，嘴上画着十分扎眼的血淋淋的口红。儿子把遗照放到餐桌一个空位上，自己则在旁边欢天喜地的坐下来。遗照里的小女孩和儿子长得几乎完全一致，那感觉就像是自己抱着自己的遗像在吃饭，画面说不出的诡异。我犹豫片刻，也跟着坐下来，我的位置在儿子对面。丈夫这时候走过来，在儿子和我的中间位置坐下，他端来了一大碗肉汤，热腾腾的，冒着白气，那汤水上浮着几绺像头发一样的东西。儿子又伪装成娇滴滴的女孩的声音：爸爸，这是什么汤？好香呀。丈夫得意的笑：紫菜汤，你姐姐最爱喝的，里面加肉丸。丈夫说着，拿汤勺舀出几颗沉底的丸子，那哪里是丸子，分明是……我别开脸，强忍住想要作呕的冲动。尽管我已经没有去看那些食物，但我胃里的酸水依旧不由自主的往上冒，我有些控制不住的打嗝，冒胃气。我赶紧捂着嘴，强迫自己克制这种难以抑制的生理性反应。丈夫看了我一眼，没说什么，只是放了杯清水到我面前。我回道谢谢，丈夫没理我，而是自顾自地站起身来，给女儿和儿子盛汤。喝吧。丈夫把盛好的汤碗递给儿子，儿子兴奋地晃着小腿，拿起小勺，舀起一颗丸子就要送到嘴边。他正要吃下，似乎想起些什么，又将丸子放回了碗里。妈妈，你吃。儿子直起身子，将肉丸递到我的嘴边。我脑海中闪过家庭守则第6条，家里的肉不可以吃，如果饥饿可以吃冰箱里的手指饼干。我不可以吃肉，但是我也同样不能拒绝儿子。家庭守则第7条写得很清楚，不要拒绝儿子的请求，否则儿子会难过。我不能拒绝儿子，又不能吃肉丸，这该死的规则到处挖坑想要我死，我该怎么办？吃下去然后催吐吗？显然这不是最优解法，搞不好催吐的时候又会触发什么隐藏规则，死于非命。我大脑飞速运转，食指无意识地抽动了一下，3秒后，我脸上挤出一丝温和的笑，摸了摸儿子的头，语气上扬道：谢谢儿子，儿子的好意，妈妈收下了。我说完便顺手用勺子接过丸子，转头看向了丈夫说道：老公，我胃炎又犯了，一点肉都吃不下。儿子一片孝心，就先孝敬你了好吗？刚才的反胃和打嗝绝对不是空穴来风。我以前住精神病院的时候，继母继妹送过来的那么多爬满白蛆的饭菜，我都没反酸呕吐过，而眼前的这些只不过是稍微血腥一点的菜而已。按我的秉性，
更不可能反胃到那种程度。能引起那么剧烈的生理反应，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副本中的妻子有胃炎，而且症状还不轻。严重的胃炎是一点肉都不能吃，肉里的蛋白质和脂肪很难被吸收消化，吃肉只会恶化病情。而家庭守则的第2条，请相信你的丈夫很爱你。如果这条规则是真的，那么一个爱妻子的丈夫不可能眼睁睁看着妻子的病情加重。我捂着胃，诚恳地望向丈夫，我试图从丈夫的表情中看到一丝松动。这次利用我的丈夫是否能够脱困，我想赌一把。果然，我的猜想奏效了。丈夫接过我夹过来的肉丸，一口吞下，咀嚼的时候满口爆汁，嘴里发出吧唧吧唧的声音。我本来以为已经结束了，没想到丈夫忽然握住了我的手。丈夫的手上满是乌黄的肥油，他咽下肉丸后，投给我一个关切的视线，有些歉意地开口：“老婆，这几天把你关起来，没有喂你吃胃药，是我不好。”我扯出一丝安慰的笑，摇头说道：“是我自己身体不好。”欢欢，去把你妈妈的胃药拿过来。丈夫扭头使唤儿子，儿子洪亮地答应了一声好，接着儿子就跳下凳子往爸爸妈妈的房间去了。儿子走得很欢，期间不小心碰到了姐姐的花圈，花圈正中央贴着的电字飘到了地上。看着儿子进房间的身影，我的心就到了一起。眼下这父子俩是要强迫我吃药。我埋头思索着对策，不料此时丈夫忽然拉开椅子起身，我的心又提起来。在我的注视下，丈夫走到了花圈面前，捡起了地上的电字，又起身慢慢把电字贴了回去。我盯着那字看了一会儿，眼神有些怪异。他为什么要把字倒着贴？是和华国人喜欢把福字倒过来贴一个意思吗？福倒了就是福气到了，电倒了那就是忌日到了。我看丈夫转身回来，便淡淡收回了视线。这时儿子已经拿了一盒治疗胃炎的药过来，胃药上面写着马丁啉。我轻轻扫了一眼，心头凉了半截。马丁啉这种胃药需要在饭前服用，想要蒙混说饭后再吃，恐怕是行不通了。但这怪谈世界的药，我实在是不敢轻易吃进肚子，鬼知道会有什么副作用。就在我犯难之际，马丁啉已经递到了我的手上。丈夫和儿子4只眼睛宛如毒蛇一般，直愣愣盯着我。我硬着头皮把盒子打开，抽出一排药片，药品说明书顺势跌落出来，掉下了餐桌。我弯腰去捡说明书，没想到竟意外发现说明书底部赫然粘着一张火车票。火车票是从惠城开往粉岭，票根上乘车人一栏写的是张慧，而火车票上面的日期是7日之后，是妻子预定的车票。这阴差阳错之下，我竟然搞到了逃离这座城市的火车票，倒还多亏了这盒胃药。那是什么？丈夫的脸冷不丁出现在我脸侧，我的心脏差点跳出来。我暗示自己保持冷静，随即不动声色地将说明书往后一折，从丈夫的视角上看，正好能藏起车票。我只留下正面说明书3个大字，我把大字亮给丈夫看，是胃药说明书啊，老公。我尽可能地保持微笑。丈夫盯着那张纸多瞧了几眼，像是要把纸条啄穿。他的面色露出几分疑惑，轻轻皱了下眉，随即从桌子底下起了身。我也跟着起来，我尽量让自己表现自然地将说明书连带车票随手揣进了兜里。丈夫催促道：“快吃药吧，对你的身体好。”儿子也说：“妈妈，快吃药，吃了药才好得快。这颗药我要是不吃，估计得当场死这儿。”我思索半秒，拆出一枚药片喂进嘴里，又端起桌上的清水，仰头吞服而下。见我乖乖服下药片，丈夫和儿子便不再继续看我，而是自顾自撕扯咬食着碗里香喷喷的红肉，稀溜稀溜地喝着血汤。我刚吃完药，就立马起身往厨房走去。老公，桌上全是肉，我不方便吃，我去拿冰箱的饼干。丈夫抬起脑袋，肥嘟嘟的猪鼻子哼哼了2声，似乎有些不满。但他一想到桌上确实没什么素菜，妻子没法进食，所以倒也没多说些什么，只是兀自说话：“家里的蔬菜都被该死的老鼠偷吃了，明天我去市场上再多买一些。”我笑眯眯应下：“谢谢老公。”我边说话边走进厨房，我来到冰箱面前，打开冰箱门，扑面而来的香味让人食欲大增。但只2秒，冰箱里的食物又瞬间从鲜香味美变成了腐烂蛆肉，我嗅觉视觉同时受到冲击，胃上又是一阵难受。我压住往上冒的酸水，借着打开的冰箱门挡住丈夫和儿子的视线，再偷偷抠出压在舌头底下的药片，藏进上衣口袋。这药片果然有问题，我只是含在嘴里一小会儿，精神就有些受到污染。我竟然差点将这些恶臭的食物当成了美味。看丈夫和儿子将桌上的东西吃得那么香，估计他们的精神早就被污染过了。丈夫会变成猪，儿子会变成什么？我暂时还没看出来。我不动声色地收好药片，与此同时顺势拿出了冰箱最里面的手指饼干。正当我要关上冰箱门的时候，肩上趴着的红英说话了：“妈妈，英英饿，英英要吃心脏。”红英伸出手指戳了戳我的胸口，我的身体伤害可以转移，她要吃心脏，给她不就是了？但我的脸却逐渐难看了起来。在怪谈世界，我被剜了眼珠子，伤害会转移到继母戴春丽身上，但若是被挖了心脏，那性质就不一样了。戴春丽会直接死亡，那戴春丽一死，我若在副本中继续受到攻击，那我不就没有可以转移伤害的实体了吗？本来我有2条命，若答应了红英的请求，那这就相当于直接废了我1条命，我不能冒这个险。但红英这个小孩，我最好不要得罪。我沉默了2秒，就在红英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时，我迅速从冰箱的角落取出1颗鸡的心脏扔给她，我道：“吃吧。”红英刚才说的是要吃心脏，并没有明确的说要吃谁的心脏，按照字面意思，只要给他心脏就不算驳了这小家伙的请求。当然，红英这小子指着我的心脏说这句话，就是存心想误导我，想让我以为红英只吃妈妈的心脏。果不其然，红英看到心脏这种器官，脸上的戾气立马烟消云散，她裂开嘴，弯弯的眼睛像月牙，咯咯咯的笑出声，咯咯咯妈咪，英英喜欢妈咪。红英冰冷的脸蛋贴近我，在我的面颊上亲昵的蹭了蹭，我扫了她一眼，弯唇，幸好没有中这小子的计，要是真答应把自己的心脏给他，恐怕后果不堪设想。而且我算是发现了，只要红英这
这小子对我的好感度增加，那红英就会喊我妈咪而不是妈妈。这么说，我已经在红英这里累积了2次好感度了。上一次是给了红英妈妈漂亮的眼睛。餐桌那边，丈夫和儿子明显听见了我这边的动静，但是莫名的那2人都没有出声，也没有催促我快点回去。他们貌似都很畏惧红英。我拿上手指饼干，关上冰箱门，回到了餐桌。快吃吧，吃完了要检查欢欢的期末试卷。丈夫出声，欢欢也在一旁发言。妈妈，老师要求试卷要家长签字。家长签字，我想起了第1条规则，记住，你叫张慧，你叫张慧，你叫张慧，千万不能忘记你的名字。无论任何人问起你的姓名，请告诉他你叫张慧。红英说过这条规则是假的，而火车票上的乘车人正是张慧，这说明第1条规则的前半部分为真，后半部分为假，也就是副本里的妻子因为某些不可告人的原因，绝对不能对外宣称她的真实名字是张慧。我觉得家长签字这里绝对是个坑，在等着我跳。我一旦在试卷上签了张慧这个名字，很有可能直接触发死亡结局。我往刚才看到孕检单的方向瞄了一眼，我清楚地记得孕检单上妻子姓名那一栏是乱码，这更加坚定了我的猜测，妻子绝对不是叫张慧这么简单。我皱起了眉，眼下当务之急是要完成家长签字。既然要求的是家长签字，那我的丈夫可以签吗？我扭头看向儿子说道，既然是家长签字，那找爸爸。我话说到一半，丈夫和儿子猝然同时抬头，父子俩那种阴阴森森笑着审视我的眼神，着实让我汗毛竖立，头皮发麻。我立马噤声，大脑飞速运转，不对，我什么地方说错了？究竟是什么地方？丈夫冷冷看着我，2只眼睛一下都没有眨过，但他耳朵里的蛆虫明显爬得更快了。儿子也表情阴冷地望着我，就像在看一个陌生人。我咽了口唾沫，额间冒出冷汗。什么细节？我疏漏了。我的食指轻轻抖了下，无声敲击着桌面。丈夫和儿子脸上此时已经爬满了红色经络，他们2人一左一右，张开血盆大口朝我倾身过来。我扫了一眼丈夫的手机，又联想到丈夫刚才贴字的奇怪举止，似乎想到了什么。我食指的敲击速度越来越快，就在丈夫要张开獠牙要将我一口吃掉之时，我急促地开口道，那找爸爸肯定不行，爸爸不识字，妈妈吃完饭就给你签。此言一出，丈夫和儿子脖梗上脸上的红筋缓缓褪去，身子又坐回了座位上，他们脸上的表情也再度恢复正常。我惊出一身虚汗，攥紧了手指头，我想端起水杯喝口水压压惊，右手食指竟因为刚才的惊险时刻而开始细微的发抖。我埋头抿了口清水，放下水杯后扭了扭指关节。我早该看出来了，丈夫刚才贴的电字是倒过来的。之所以倒过来贴，并不是在暗示电到了，忌日到了，而是因为他根本就不识字。而且丈夫不久前弯腰看到胃药说明书的时候，脸上一直是疑惑的表情。我还以为是被丈夫瞄到了火车票，其实是因为丈夫真的不认识那张纸究竟是什么东西。我的视线落在丈夫放在桌上的老人机上，正常年轻人不会用这种只能拨打和接听电话的老人机，除非这个人是文盲，最基本的汉字都不认识。我一瞬间顿悟，怪不得副本里的妻子要把火车票藏到说明书里，那是因为完全不识字的丈夫绝对不可能打开胃药的说明书。好险，我现在回想起来都一阵心悸。那妈妈，欢欢看你马上就要吃完了，我先去给你拿笔。儿子放下筷子，兴冲冲地跑回了房间。我稍微放下的心又悬了起来。这顿饭，即便我已经尽量放慢速度，拖延时间，但这晚餐总有吃完的时候。半小时后，儿子将考了100分的试卷摆在我面前，说道：“妈妈，签字。”儿子的声音如催命符一般，不停地催促着我踏入死亡陷阱。我几乎是拿出了100米冲刺的速度，冲进卧室，推门、迈脚、关门，一气呵成。就在我的卧室门关上的最后0.01毫秒，丈夫狰狞的面孔邪笑着闪现在门外。但随着砰的一声闭门音，丈夫被隔绝在了门板之后。丈夫的鼻尖被房门震得生疼，我急忙回头转动门锁，反锁房门。我脑子里短暂空白了几秒，我跑得太过用力，腿脚一阵发软。这个副本不愧是夺命连环杀，根本不给天选者任何喘息的机会。就在这时，我身后传来钥匙插入门锁的声音，我屏住呼吸，死死压住门把手。门把手被人从外面激烈的转动，那人执着地开了会儿锁，但没有成功，僵持了有5分钟，外面的动静才逐渐平息下来。我背靠着门蹲坐下来，喘了口气，这才抬起头观察卧室的布局。如果说客厅走的是丧葬风，那卧室走的就是婚喜风。目光所及，一片红海，窗外的风吹进来，撩动着红色窗帘，发出沙沙的声响。随着窗帘的晃动，我发现一个穿着红色裙子的洋娃娃正坐在窗边，用背影对着我。生日快乐歌响起，但歌词却变了，祝你忌日快乐，祝你忌日快乐，是洋娃娃唱出的歌声，仿佛是感受到了我的视线。洋娃娃的脖子转了转，往后扭动头颅，脸转向我，诡异的笑了一下，而洋娃娃的右眼也在同一时刻缓缓流出了一滴血泪。家庭守则第8条，家里的洋娃娃不会流泪，如果看见，那一定是幻觉，请立即闭眼。我立马闭上双眼，内心默数3、2、1，再次睁开。窗口处，洋娃娃的眼泪已经消失不见，只留下一扇大开的窗户和一个死气沉沉的音乐玩偶。窗外不断往里灌入凉飕飕的夜风，外面的天色漆黑如墨，没有一丁点月光。我快步抬脚过去，拿开娃娃，随手扔进衣柜，再麻溜的关窗拉窗帘。夜间守则第10条，睡觉前切记拉好窗帘，不要和窗外的眼睛对视。趁现在还没入睡，那东西还没出来，我最好尽快拉紧窗帘。关上窗帘后，红英的声音从后面传来：“妈咪，你今天还没写日记。”我扭头发现红英正站在凳子上，指着一个日记本给我看。我走过去，捏了捏红英肉嘟嘟的脸蛋：“好，谢谢宝贝。”
备。妈咪先看一下。我拿起日记本，快速翻了几页。10月18日星期五晴。婆婆今天和我争吵，她动手打了我。婆婆让我搞清楚自己的身份，不要以为生了儿子就可以为所欲为，但她完全就是个老糊涂。我从来没有生过儿子，我生的一直是女儿。10月19日星期六晴转阴。婆婆指着鼻子骂我，说我就是偷吃粮油的臭老鼠。我抱住她的耳朵咬了一口，她满耳朵都是血。我说我就是臭老鼠，老鼠逼急了要吃人。10月20日星期日阴。婆婆今天失踪了，所有人都找不到她，我也找不到。今天的新闻说，一个杭州男子把妻子剁碎了冲进厕所下水道，家里的厕所正好坏了，一直在冲水。我很害怕。这几篇日记讲的都是妻子和婆婆的恩怨。从文字上看，妻子的精神似乎有些不正常。她为什么要强调她生的一直是女儿？从我掌握的信息来看，妻子生了一儿一女，女儿在2年前的今天过世，儿子一直扮成女儿的模样生活。除此以外，日记里提到婆婆骂妻子是偷吃粮油的臭老鼠。我记得老鼠这种生物，她在丈夫的嘴里听到过2次。第一次是丈夫解释为什么桌上全是肉食，没有素菜。他说家里的蔬菜都被该死的老鼠偷吃了，明天我去市场上多买一些菜。第二次是刚才江里回屋时问丈夫去哪里，丈夫回答该死的老鼠晚上要偷吃。我今天晚上在厨房守夜，丈夫口中的这个老鼠究竟是真正的老鼠，还是指别的什么东西？结合家庭守则第5条，夜里听到剁肉的声音，不要睁眼。剁肉剁的是老鼠肉，我还不能确定。我又把日记往后翻了几页，后面的内容再也没出现过婆婆，反而主要在说丈夫。我继续往下看。10月24日星期四阴雨。前2天收拾被子，我在床上发现了一根头发，那头发干枯的像茅草，我很确定那不是我的。老公最近晚上都趁我睡着，偷偷跑出卧室。我今晚跟出去了，我听到了高跟鞋的声音，他是不是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情？10月25日星期五小雨。我床头的白色杯子空了2天，这2天老公都没有为我准备蜂蜜水，我晚上的失眠又严重了，还产生了幻觉。我梦见自己深夜在厨房剁骨头，可是我很清楚家里没有买骨头。再往后几页的内容，文字很模糊混乱，像是一种乱码。我猜测那些乱码都是妻子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写的。通过艰难的辨认，我依稀能认出几个模糊不清的字，快逃就歹笔。最后一个认出的字很像一个死字，越到后面越像是鬼画符。我猜想会不会是妻子在后面接触到了污染源，导致了我的神志混乱。污染源。卧室的厕所传来哗啦哗啦的冲水声，厕所会是污染源吗？还是这卧室的其他什么地方藏着污染源？我还想继续翻看日记，但忽然听到了敲门声。门外的敲门声没断，但也没人说话。我走到门口，检查好门锁，确保万无一失。敲门的声音很有节奏，像是有意安排。我竖着耳朵听了一会儿，面色逐渐凝重。我拿了支笔，在日记本上写画画，记下了一些东西。敲门声停止后，红英看着我依旧埋着头，在研究刚才记下的东西。没过多久，我猛一抬头，脑子里嗡一声响，不要反锁卧室门，卧室里有污染源。我的笔记本上赫然写着这串译文。外面的敲门声传递的是一串摩斯密码，而这串奇怪的密码竟然和夜间守则第3条完全矛盾。夜间守则第3条，反锁卧室门是保命的关键。我看了眼在一旁玩耍的红英，我回忆起我刚打开规则纸条时，红英说的第一句话是妈咪，只有第9条是错的。按照红英的意思，第3条规则是正确的，那就是应该反锁卧室门，而这串摩斯密码却告诉我不要反锁卧室门，所以红英和外面的他